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小王。刘女士，20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来，有请小刘。欢迎两位哈。自由职业是咋个自由法啊？就是什么活都干，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学什么的呀，孩子？学兽医的。哎呀，你这个专业好啊！怎么认识的？我俩就是我室友是他妹妹。就认识了。谈了多久了？谈了1年多了。好。谈了504天了，这是第6个小时。呀，第6个小时你都记得？那多少秒呢？你看一下，我们那儿有表。那不记得了。哎呀，你男朋友很浪漫哈。今天来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就是506天，第16个小时啊。来，他身上好多吸引我的点现在都没有了，变了，然后让我现在挺失望的。我俩刚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脾气特别好，然后人也挺憨厚的，然后我俩吵不起来架，就我俩生气，他哄哄我就好了然后他说他就是受不了女生哭，但是现在就是我哭半个小时，他理都不会理。以前吧，就是哭吧，他哭就是我一看掉眼泪我就给他抹了，抱抱他就好了。那后来他就以这个就是拿这个当瘾了，就我一哭你就哄我，是不是？那我就哭，我啥事我都哭啊，我一哭反正你就哄我，这事就拉倒了，就不管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就他哭就好了。最后就是不讲理了，就是随便他就哭了。我怎么不讲理了？就以前我会离家出走，就是他出去找我，但是现在我就是再离家出走的话。1、2个点就不会出去找我，还得我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不回，就是我告诉你我藏起来了，你找不着我。完了我怎么说呢？我说你在哪呢？我说快求求你告诉我吧，怎么都不告诉我，好几回了。后来我就实在我就受不了了，你就不让我找了你吗？那我就不找了，你就自己藏去吧。反正到最后就回来了。还有一次主持人就是我不离家出走了，他离家出走，半夜2、3点钟就出去了，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家。那大半夜吵架，你说是不是？他一吵完架，肯定要离家出走，我就猜着了。我说大半夜的，他离家出走，你说也不太好哈。但是我还不好意思，就不让他走。所以我先走，我就提出来了，我先走。我说你搁家待着吧，你不想看着我吗？不想让我搁家待吗？那我走，我拿着手机拿抽烟器我就走，啥也没拿，我就走。就他在家里还安全，对吧？搁家是安全的。我怎么打电话让他回来都不回来然后最后我说你不回来，那我就出去找你，反正半夜2、3点了。我说你要是放心我的话，我就出去。那他回来了吗？最后我真出去了，他才回来的呀。怎么的呢？就是你看平时我找他那么容易哈，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反正藏哪儿了，他挺开心，他不知道我能找的那么辛苦。这回我让他尝尝什么滋味，找人的。你不害怕他出事儿？但是他一说他出来了，我就有点那啥了，我立马就回家了。还有就是主持人他最开始吸引我的点就是他特别有上进心然后以前会就是用课余时间挣那个零花钱，用兼职。但是现在他已经不上学了，那每天就是只有我父母给我生活费，养2个人肯定养不了那你就得出去上班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就是特别懒，每天睡10多个小时。为啥睡这么长时间？就是之前我做了一个兼职，就是送外卖。冬天嘛，下大雪，就是晚上给的稍微多一些，我就下午4、5点钟我就出门了，然后干10多个小时，早上吃完早餐才回家。那后来养成习惯了，就是晚上特别精神，白天特别困。他现在就是不干活，然后有的时候睡觉会耽误，比如说第2天已经联系好的去干什么活，睡觉错过了，就是每天就是这么能睡。然后就是以前会就是给我做饭，然后分工明确，就是他做饭我洗碗，但是现在就是连饭都不做，让我订外卖。我天天变着花给他做，因为我家就是做厨师行业的嘛，就是变着花给他做，天天给他换，一个礼拜不带重样的。那后来那家常饭吃腻了嘛，那今天订个粉，明天订个烫的。我说那你就自己订吧，以后我也不给你做了，就是那种感觉吧，就是辛辛苦苦买菜洗菜给人做完了，然后别人不爱吃，那种感觉就不爱给他做了。然后他以前做家务，他那不是做家务，他那好像是洗衣房，就2天一手洗，4天一机洗，那床单被罩1礼拜一换，我都换不过来了。爱干净咋了？爱干净有毛病啊？那你说家里边3套被罩来回换，就天天那么倒啊，就是外边那个栏杆始终就是放着床单被罩，我就受不了了。我说你要洗你就洗吧，我不给你洗了。还有就是他特别愿意打游戏，现在就是每天玩游戏7、8个小时，然后白天睡觉。现在不玩不了了吗？你电脑都摔了，玩不了了。电脑谁给摔的？他摔的。那我为啥给摔呀？我都跟你说了，我说10分钟就完事儿。那天打的排位赛，特别紧张。我说队友需要我，我说10分钟，我10分钟我马上回来。他不听，怎么解释都不听，就把电源拔了。然后电源拔了就玩不了了嘛，我就给插上了，他又给拔了，我又给插上了，他就实在受不了就给撇了去了。那你不把化妆品都给我扔了吗？他一撇出去，我也来气了，然后就把那几个化妆品全撇，那撇都是便宜的，贵的我也不舍得撇。
那你也不能批我化妆品呢，那反正也是花你钱买的。反正就是我俩在一起吧，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是他的初恋，他之前没交往过，然后我算有过经历，就两个人在一起吧，就是比较难，就是什么事儿吧都得教，就是事儿发生了他才知道，就是啊，就是谈恋爱原来是这样，怎么样，就特别难，而且就是他特别粘人啊。就是可能也是我魅力搁这儿，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哈。然后吧，就啥魅力呀都。那粘人咋解释？是不是没有魅力？那你粘什么人呢？2天见不着就得视频，要不就过来找我，要不就让我去找他。完了，为什么干兼职？就是因为这点。我就是大学就是刚上完学要实习的时候，我要去找我朋友。我那个朋友在北京就是做一些销售营销的，就是1个月不少挣，比送外卖强多了，反正。让我去帮他，然后我就想去嘛，他就不让我去，说那你去了不就异地恋了吗？就接受不了，就特别黏，就不让我走。我为啥不让他走呢？是因为我就还有今年就马上就完事儿了，我觉得我想跟他一起走，两个人在一起。那叫毕业了，姑娘。对，两个人。咱用规范用语。毕业了，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因为要一起去北京嘛，两个人什么事都应该在一起啊。而且你说一个女生怎么能不懂浪漫呢？我俩刚在一起3个月的时候吧，第99天。就是算个小纪念日嘛，然后我就给他个惊喜嘛，寻思啊，就是我说你一会儿下课了，我说你先回家吃饭，我一会儿再回来，就是让他以为家里没人，然后我就给家里边摆的玫瑰花，摆的蜡烛，抱着娃娃，完了兜里边拿着项链就等他，他一进门，你搁家呀？咱俩吃饭去吗？我说你这些东西你看不着吗？我说给就花好几天给他准备的，你说我给别人摆的时候，之前给别的女生摆的时候。前女友啊，就是摆的时候就哭得不行了，摆过哈，摆过，然后然后吧，就他看着了之后就跟没事似的，就感觉挺正常似的，而且我感觉他没处过对象。你关键你那上面写了2个字，复制，你知道吗？所以他不会感动啊。然后套路啊，怎么能？因为我看别人就是男朋友给自己女朋友准备点什么浪漫惊喜啥的，都准备啊，我觉得挺正常的。完了吧，我就寻思就是可能是刚认识，女生放不开。完了我就等情人节那天，完了他说他就没到情人节的时候，就还有几天的时候，他说你给我买啥了？情人节那天你送我什么呀？我说这是礼物，这是惊喜。我说到那天才能知道，他就不要，他就想拿我手机看买的啥啊？我不喜欢那个，你退了吧，你买别的，买那个怎么？我就感觉就是，而且一到什么节都是，就是提前看，提前问买的是啥。钱已经花了，那肯定得买点我需要的东西啊。而且你说实在就是一个女生，她不懂浪漫，你说啊。那啥，你懂就行了。问题你懂的那个浪漫，人家不觉得是浪漫啊，这是最要命的呀。主持人他说我不懂浪漫啊，他打我，他就对了啊。他打我，不是打着玩还是真打？真打了。你说我这么大体格，我真打他得啥样啊？那我俩就是有一回吧，就是也是干活干到早上，我刚回家，悄摸的回家躺下了，完了我刚睡不到1小时，好像刚睡着，他说你起来给我订饭，我饿了，大早上的，我没搭理他，我就继续睡了。完了又过一会儿，也是没睡醒呢，特别困。他说中午了，我就吃午饭，快点给我订。完了我就不起嘛，他就急眼了，就挠我，又掐我，就特别严重。但是我一直没还过手，就之前打我怎么那么还过手？但那天就是不知道怎么也是睡懵了，然后就是这么就是回身给他一下，就挡了一下嘛。他一直怎么挡，我就挡了一下，就打到他头了，就以为我打他，当时就是哭了。我天天就知道睡觉。哎，你不知道他已经干了1夜的活了。就不乐意了。那他打我也不对呀。然后哄好几天，1个礼拜才好。男生打女生确实不对，但也不是故意的，就哄呗，就哄礼拜才好。对呀，那你说你让人说出去，男生打女生，说是多没面子啊。就没面子这事儿，我俩就吵了好几回。我们之前送外卖不都骑电瓶车，电池没电了就回家了。然后就是我说攒点钱，咱俩买个摩托车这样式的就不用担心里程的问题了。然后买完摩托车吧，刚买完也挺贵，我挺爱惜。然后我接他回来，路上就下雨了，地上也有泥，可能就是给他衣服崩了啥，崩了还不乐意了，就下车了给我喊。我为啥不乐意呀？那段时间天天下雨，然后我每一次出去就是换一套衣服就给我崩，然后那天我买了一个新裙子又给我崩上了，然后我就来火了，那你把他那个灯给踹了，把我大灯踹碎，那我摩托车大灯左右两边一样一个，那缺一个跟缺门牙似的，多嘚儿啊！那我哥们儿，那我摩托车，天天我俩时间比你俩时间都长。那不是因为他我能崩吗？就是因为他。那你也不能踹大灯啊。那我想走就走，为啥不让我走走啊？后来我就不想坐。我俩就因为这事儿，反正是吵了半天。我让他上车，他就不上。他说以后我也不坐了。我说那以后你就别坐。我俩就吵了半天。还有一回就是，我俩搁火车上，大概是5个小时路程。然后刚上车的时候，他就看我手机，不知道看着啥了，跟我喊起来了。整个火车人都瞅我们俩。
主任他跟我说是他跟他妈给他的钱，结果我那天一玩他手机，发现他管他前女友借钱。借钱干嘛？借钱我俩花。就是也不是说那啥，就是因为月末了嘛，男同学都月末都没了，然后就只能管女生借了。那你说就只想着他，我也没找他叙旧，我也没找他干嘛，就管人借钱，第二天就还人家了，就一句话，就是在吗？就借我多少钱，然后就还，没有一句话多话没有。那你管谁借，就是不能管前女友借呀。然后我就到那个，就还可以借是吧？啊，行，您接着说。我就到那个列车就是那个西安那块儿，就是冲了4个多小时烟，就下车了他才过来找我。完了之后就还有一回，我走了2个多小时道，就是走了20多公里，他就以为我失踪了。就那天怎么就干完活吧，手机就没有电了，剩10%，然后我就不舍得打车嘛，一看那个约车价格是50多，那天反正是挣了不到100多块钱。那你说打车50就把一半钱干进去了，我就当然不舍得了。我坐公交，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块儿吧，有个桥，离我们学校是4、5公里。然后吧，我就看公交站上面有那个桥的地方，我就上车了。等下车才知道，就是那个桥的起点不是终点，就还有20公里路。然后我还背着书包，然后拿着东西，就没办法，手机没电，那钱也没有现金，就只能走。就没想到后来走了2、3个小时。傻呀，就省着40、50块钱，就走20多里路，走2、3个点儿。他不挣钱嘛，就不知道钱有多珍贵。就是那你说一天刚挣100多，把50块钱用打车了，你说我干啥去了？是干活去了还是玩去了？听来听去是你决定分手是吧？我觉得他变了挺多的。行，分了吧。就强扭的瓜不甜，人家姑娘是不想要他了吧？就这么一个家伙，不上进，睡懒觉，动手推你，没一点好，你哭他都不搭理你。你说这种男人还要他干嘛？最关键、最可恶的是，他问他的前女友借钱跟你一起花，对吧？还有可恶的是，他把他跟他前女友的仪式摆出来给你用，你没感动，他还生气了。他说我前女友哭得稀里哗啦，你居然没哭，这种男人不能要，知道吗？因为我俩是不是你做了一个特别对的选择，你不要就对了呀，对吧？我俩是初恋吗？不是这不，那你今天来干嘛呀？说了半天，还想让他好。哦，合计说了半天不是要分的，是还想好是吧？就是他不改的话，我就要分。就是你得给我变回以前那样，你要变不回来，我就不要你了，是这意思吗？嗯。小胖能变回来吗？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左岩老师啊，姑娘，你这个1哭2闹3出走的，确实是有，是吧？得装，得不出啊！你不想因为省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去节省这个钱，他不懂你啊，而且他不能理解说你之前养成的那些习惯是因为你之前工作导致的，你所有的辛苦他领会不到，所以说你们真的需要真心的去交流。如果在真情之后再有左老师的表演技巧，那你们的日子过得很浪漫。你们俩的意思就是后面2位老师可以不用说了是吧？好，来沙大老师，沙大老师，左老师不许瞪我啊！我直接怼你来，你有什么要说的？等我说完你再怼。左老师说的都对，但是对，有但是啊，我有一点特别纠结的是，就是你怎么能站在台上说出那个我前女友感动的稀里哗啦，你怎么无动于衷？哎，这话你怎么想呢？就是我觉得就相差特别大嘛，2个人。我要是你女朋友，你居然在摆完这些，看到我的反应之后，还会再想到你的前女友，你是不想活了吗？这是后来才说的，当时不能说呀。对啊，但是你当时心里想没想？你失没失望？哎呀，失望了吧？你想都不让人想，你太暴君了，这。所以你们那都管上了思想了。你的这些套路，用在每一个女生身上，都是一个表面的功夫，表面的一个文章。你感动的是你自己，你明白吗？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一种套路来对付所有的女朋友。多点套路在。不是。那还得向左老师学。不是，我觉得是真心。你要用他觉得舒服的方式和你了解到懂得他的那种方式去对待他，那才叫真心付出。你不能自我感动，她就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懂得浪漫没有情绪的一个女生，不是说所有的女生都浪漫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就这些形式的东西没有意义。你一上来说什么504天什么6个小时，我就觉得
就是特别的假。就可能是我个人观点啊，我个人观点，但是我很欣赏你的用心，你对待每一段感情的用心，这一点很好。不是，那到底人家是真心还是假？不是，你说的清楚一点。用心是可以的。我跟你讲，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套路，好吗？两位老师在说我是套路，真心是真心，我觉得他是真心，他需要配合，所以我觉得爱情当中当然要配合，爱情当中就是真心加上技巧。哎，如果只有真心，没有技巧，没有配合，没有尊重，没有磨合的话，爱情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的。好，可是他是不是应该了解到他真实的性格，他本身的性格？如果一直靠配合，一直靠演技，我们需要配合和演技，可是能配合到什么程度？演技演到什么时候？所以他要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打断一句啊，你们俩这是图什么呀？对吧？你们俩说的没矛盾啊。他们先攻击的我，没攻击你，他们说我套路。啊，听明白了。没说套路，他们在做技巧上的沟通。但我觉得爱情就是真心加上。就是你们觉得这期节目不够热闹，要不然为什么我们有叫爱情保鲜剂呢？对吗？好，接着来，最后一点了，马上说完了啊。所以我觉得懂对方最重要，看到真实的对方也很重要。谢谢。好，谢谢山东老师。啊，来，涂老师。技艺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技巧要有，但只是点缀。你不能从头至尾都是技巧，最终会黔驴技穷的嘛。在刚才所说到的那一幕，重复对前女友的行为来对待她，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这一次给他的这个惊喜没用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无动于衷吗？因为他套路用的太多了。因为你从认识他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用技巧。那请问，他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所作所为还能够给他带来欣喜？不会嘛？你上来第一句就说504天，第6个小时，我们就大概判定你是什么路数。所以你的嘴里、你的行为是产生不了魅力和感动的。而你呢，是靠男人的宠爱过日子。你只是个普通女子，你只应该在一段感情当中朴素而真诚地表达自己。第一次离家出走，别人哄着你回来；2次、3次下去，变成你自动回来。你说你是不是扇自己耳光吗？你不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吗？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过成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不知道珍惜自己？有的时候撒娇任性偶尔为之，但如果天天把这个东西当自己的杀手锏使，总有一天这杀手锏就不累。一个可爱的女生应该懂得如何珍惜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一个真心实意谈恋爱的男人应该付出自己的真心，而不是更多的使用技巧。谈恋爱就好好谈，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开开心心的去感受对方在这段爱里的付出，适度的配合也好，不配合也好，就看你们自己了。重要的是问自己一句：我还喜欢他吗？我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吗？发自内心的，好吗？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就是其实吧，这么长时间，就在一起发生了就是挺多事儿的，不管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我都让着你，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一个男生不让着你的话，你肯定会觉得啊，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呀什么的。所以说，一遇到事的时候我就离不开你，所以说才会哄你去照顾你什么的，就是因为离不开你。但是有时候真是逼到份上的时候吧，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但是我第2天、第3天就好了。我觉得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就感情其实也不是不好，就是我可能真是对你要求有点多了，而且我任性。我想让你就是像以前那样对我，然后我也会改一改，就是不会那么任性了。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来，请关门。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对恋人自
自己的选择结果，请开门。欢迎来到伊贝诗爱情保卫战，有请今天的嘉宾，有请。两位来我们这儿想解决什么问题啊？他有病。他有病啊？就因为我打破了一瓶水，至于吗？跟我闹没完没了的。你说的呀，我负责貌美如花，但你却打碎了这瓶水。拜托讲讲道理好不好？我每天这么辛苦的挣钱，就因为一瓶水要跟我分手。你知道这瓶水对我有多重要吗？跟我重要吗？当然了。过不过这日子？不过了。哎呦，到底是什么水呀？就是伊贝诗纯净水啊！啊？出水防御抗衰抗没有，全靠这瓶伊贝诗纯净水啦！那还是让我们的老师看看如何解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带弟弟从这儿走。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各位请见证。来，起不了灯啊！祝你们开心快乐，加油工作，好吗？谢谢两位，请回。